外国人有时候太有仪式感了，我受不了。我前日参加了一个脱口秀综艺的比赛，比赛期间大胖媳妇就带着我俩孩子去加拿大了。我婆婆这一家就问张大铁我啥时候决赛，张大铁给我打电话问我，当时决赛早都录完了，我说9月12号播出，但是妈妈偷偷告诉你我不是冠军。大胖媳妇把偷偷听成了 totally， 就是全方位的绝对的。然后大胖媳妇告诉温迪9月2号比赛，张彩玲是 totally 的冠军，totally 的冠军。我家的谣言就是这么击鼓传花产生的，但这也没啥。我其实8月份就比完赛了，8月末俩孩子回来了，我给早达办生日派对，我这边领着孩子出去玩呢。回到生日 party 的房间的时候 ，surprise， 一家4口齐刷刷出现在了我面前，给我吓得不光给我吓一跳啊！加拿大来了4个演员。我说你们怎么来了呢？他们说9月2号一定要去总决赛现场给我加油打气，在你重要的时刻，全家必须都来，仪式感。张彩玲，你说谁胖着？你们不比他胖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我说谢谢，但是比赛确实是在20天之前进行的。温迪很失望，但是失望马上就过去了，又说那2号看你比赛看不了了，但听说第2天不是有个大盛会吗？我说那个你更进不去。布莱恩说以我的名气也不行吗？那还能拿啥撵我呀？大胖媳妇说拿啥撵你？ This, and give it this. 所以莫名其妙他们就来了我家，我正好要回沈阳有点事儿，他们也就跟着来了。虽然全家来给我加油这事儿没实现，但是不影响快乐，啥事儿依然非常有仪式感。第一天就去了沈阳故宫，为了好好领略故宫，他们还找了一个导游，这个导游用中文导得非常认真，但是他们听不懂。温迪还是既然来了就要把故宫的底蕴摸透，架势得摆足，忍痛给每个人租了一个英文解说耳机，孙子孙女也是一样的待遇。可怜了张大铁，人家本来听导游解说听得明明白白，扣上这耳机全懵了。听完一圈，温迪问张大铁你都听明白了吗？我一句都没有听懂，说全是英国话。温迪才意识到弄巧成拙了，大家就都开始对张大铁的境遇表示遗憾，纷纷来抱他。这里头最能听懂话最有文化的是早达，早达最近学习兴趣特别高，学而思学习机功不可没。早达有啥不会的能找 AI 小司随时问，更牛的是学情诊断给孩子学习情况摸底，再搭配精准学的精准练，从吃力到学会，帮孩子把知识点牢牢掌握。故宫完事除了吃饭，吃的是烤鳗鱼，烤活鳗，那鳗鱼太新鲜了，上来嘴还冻呢。这帮人又开始仪式感了，说不忍心对这么一个可怜的鱼下死手，太残忍了，开始为这条鱼祈祷。当然是得了。但是仪式感是仪式感，丝毫不影响吃。头一秒说太残忍，下一秒卡卡造。这里头最事儿的永远是温迪，说不应该这么吃鱼。第2天去泡澡，澡堂有鱼，温迪还不依不饶，让这些昨天残忍吃鱼的人给鱼道个歉，然后说你们就自求多福吧，残忍的人容易倒霉。这帮人在澡堂子里一起给鱼道了个歉，样子还挺虔诚的。道完歉，布莱恩就来跟我说我饿了，晚上还想吃烤鳗鱼。温迪说你们这群吃活鱼的恶魔会遭报应的。你别说，温迪说话还是很准的。1分钟之后，报应来了。嫁老外有一个缺点，他爸妈容易讹上你。我的公公和婆婆10天前离开了中国，今天又回来了。那张拿铁呀，刚消停2天，孩子昨天开始才不做噩梦，今天过生日，正闭着眼睛许愿过几天消停日子呢。是咋回事呢？上次我公公婆婆来呀，大家都发现了我这个公公他特别有梗。我婆婆温蒂呢，就从我们公司头部艺人沦落到了群演。但是从很多画面中啊，其实你能看出来他的不忿。他觉得他出道多早啊，布莱恩就是个资源咖，所以温蒂上次是带着各种不服气走的。但是这人算不如天算呢，他刚走，我接到一个节目组邀约，邀请我跟温蒂一起去参加一档综艺，是和其他几对知名婆媳一起出去旅游的一档真人秀。3月末开始录，让我问一下温蒂的意向和档期。我打电话一问，温蒂立马就支棱起来，就问我俩问题：机票报不报？我请假旷工的这一天，工资给不给？我说那肯定都给。第2天温蒂机票就买，转身就开始复仇，告人布莱恩。这次回中国呢，带你是情分，不带你是本。你来只有一个任务，就是当好我的助理。我要参加的是综艺，我是一个明星 star。布莱恩被他说的大气儿不敢出，但是呢，布莱恩实在是太喜欢在中国待着了，嘴还馋，忍气吞声就跟着他来了。哎，人算又不如天算，他俩正收拾东西要去机场呢。节目组跟我说，现在出现了一点变化，节目暂缓。当时我就懵了，你说温蒂假都请完了，马上上飞机了，我咋办呢？最后我啥也没说，两口子就来了。此时的张拿铁正要过4岁生日 party， 正乐呢，要去儿童乐园了。那大胖媳妇开个4门版保护巴士，给我们一家都拉去了。这个车可以说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刚好够拉4个大胖媳妇，主要是小小好停，不怕卡北京胡同里。张拿铁刚看到这车可高兴了，他以为这是大胖媳妇给他买的生日礼物呢，没想到这次最大
大的生日礼物居然是他奶奶，而且是一个因为觉得自己要当明星特别飘特别狂的奶奶。哎呦我的妈！为了成为顶流，温蒂还在加拿大给自己置办了几套时装。唠嗑，突然间告诉布莱恩，水要加冰 ，OK？ 布莱恩就得伺候，还教育布莱恩，你赶紧，在中国怎么点外卖，软件该下线。我喜欢吃啥喝啥，怎么跟中国人沟通？那中文该学学。你勤快一点，你或许是个网红，但是我现在是个艺人。我实在是不能瞒了，我就告诉温蒂了，我说综艺啊，暂时不录了。但是我也知道你俩没有那么多存款，都破产了。你这个机票呢，我给你报。那这些天你俩来都来了，就多录短视频。那咱家现在短视频的明星呢，确实还是布莱恩。布莱恩此刻还在给温蒂捏脚呢。听到这话的一瞬间，I'm a little thirsty. You mind? Here you go. Thank you. You mind? Yeah. Wash my feet. Oh, yeah. 哎，你们知道有一个东西是中国独有精粹，别的地方都少见，那就是秋衣秋裤吗？我记得我在英国的时候，那老太太们不管多大岁数，一年四季露着他们痛风的小脚脖子。我老公他们一家人也是嘛，在加拿大一到冬天，上身全副武装，但是下身依旧是大裤衩子配凉拖。我婆婆前年斥巨资给自己买了一个就加拿大鸟的衣服，然后跟我说，效果一般，还是冷。预算还是不够，绒毛还是不厚。我说你冷就是因为你那个额底下露，额底下露。他们呢也没有什么风湿啊、着凉这种说法，反正他每年一到冬天，从腰到脚全疼。一回家为了缓解疼痛，打开冰箱就一桶冰淇淋，然后可怜兮兮的跟我说，我觉得我的身体要扛不住了，我们都需要那种不上班的带薪补助，压力太大。我说温迪啊，你一共上了6个小时的班，还有4个 coffee break， 你最缺的不是带薪补助，是带皮棉裤，带皮棉裤。我老公那就更是了，常年大裤衩子。我妈这不入秋了吗？怕他冷，给他整了一套秋衣秋裤，他不穿，跟我说，别人可能不知道，但这事儿你知道啊。我现在回国了，我还是不会用蹲厕。我上厕所本来就需要把所有衣服都脱了挂门上。我虽然缺作品，但是我现在识别度很高，那玩意儿能少挂还是少挂呗，我也不能轻易丢人。我说你缺的是作变，不是作品。关键是你上厕所衣服挂门上这个事儿，很多人都知道了。他们在乎的不是门上衣服的分量，是门里雪人的朝向。他说不的，你这玩意儿穿上有点显胖。我说你听我的，你的体型不差这一点。他说哎呀，我是加拿大人，我不怕冷。我说你忘了吗？8年前大过年的时候，他来铁岭，非得说自己是加拿大人不怕冷，晚上穿个大裤衩子跟我爸下楼下放鞭炮，回来之后冻直了，就嘎住了，人傻了，不动地方了。我爸和我爷整几床大厚被在门口给他裹上了，抢救回来的，给他往屋里抬呀，跟要侍寝似的。关键是吧，这不要抢救他吗？得给他捂回来，给他背卡到这儿，就露个脑袋，人僵了，躺倍儿直，一动不动。我们寻思给他捂一会儿，缓一会儿。等我们再进那个屋的时候，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？人摆在床上，大后背，露个脑袋，身上僵直，地上撒满了一圈他刚才擦鼻涕用的卫生纸，呈小白花状，床头就是他的照片。我爸拿杯酒进去想给他喝一口，都不知道往哪放，可能应该倒地上。我说这些你都不记得了吗？他说我忘了中国北方冬天有多冷，那整一套也行。而且你老说那秋衣秋裤不舒服，那是你没碰着好的。我老说内外最舒服，内外最舒服，这句话我是发自肺腑的。我贴身的老多东西都是他们家的了，你看我穿这套又合体还不臃肿，又薄又贴身，一点不显胖。远红外发热的性能再配上锁温的能力，我们的宗旨是不是光让你温暖，保温一天他都管。而且它特别透气，不是那种硬捂着憋着不透风那种感觉，找的就是一种温度上穿了，体感上没穿的越朦胧强朦胧的感觉。他说那我现在算不算掌握东方精粹了呢？我说秋衣秋裤只是东方精粹1.0，他说2.0是啥呢？我说是这样的。